这是一条萌萌哒的小蜈蚣，现在正被女娲娘娘关禁闭。虽然有一个漂亮的仙女姐姐做室友，但志向远大的她并不愿意就这么待下去。于是，小蜈蚣发动3寸不烂之舌，诱惑纯仙女面见女娲，自己则趁机溜出了天宫，来到了无限广阔的地球。小蜈蚣在无拘无束的情况下发育了数百年，成为了一个人见人怕的巨无霸。平日里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偷老乡家的鸡吃，属实是志向远大。这一天，他继续四处游走，寻找美味烧鸡。突然，一只白色大公鸡出现在他的视野，瞧着鸡大腿又肥又大，吃下去想必一定很美味。蜈蚣精从地底探出头，准备享受大自然的馈赠，可这公鸡还挺敏捷，左奔右突，硬是不往他嘴里进。蜈蚣精恼羞成怒，准备放个大招，岂料公鸡突然摇身一变，变成了个糟老头子。原来是神仙在暗算他。昔日被蜈蚣精坑惨了的蠢仙女小瑶，因为看管不力和顶撞上司，被女娲封印在神碑里流放人间，必须实现1000个人类的愿望才能回去。岁月匆匆，飞仙小瑶已经实现了900多个，眼看就能功德圆满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蜈蚣精竟然在此时自投罗网。小仙女虽然有点蠢，但战力却是实打实的强。可能这就是上帝为他开的那扇窗吧。即便数百年的时间里都宅在神碑，依然在与凶猛的蜈蚣精战斗中处于上风。在土地公的老六行为之下，成功一拐杖打爆了小蜈蚣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这条祸乱之源就该从此消失。但只可惜天命难违，碑仙的老家突然着火了。和宝贝小窝比起来，降妖伏魔便又算不得什么了。蜈蚣精逃过一劫，很快便和宿命中的那个男人相遇。曹静是个仆人，但生来便有翻身做主人的野心。昨夜的那场大火，正是他为了寻找神碑所点燃。原本在10年前，神碑曾被曹父获得，但郑家老爷子心狠手辣，抢走了属于他们的财富，更把前女友秀秀娶进了郑家的大门。明明是他先来的，郑家那个败家子儿除了花钱啥也不会，凭什么命运却眷顾对方？曹静就是不服，于是蜈蚣精来了，翻身做主人的机会也就来了。在法力的加持下，曹静赢走了郑家半数家产。同时，老郑为了望子成龙，许下了最后一个愿望，于是在蠢仙女的操作下，成功毁掉了家产的另一半。老爷子因为怒火攻心，加上抢夺神碑的因果，成功领了盒饭。郑大少则带着妻女住进了仆人7成家里。曹静看着家里的黄金，心中那是无比舒爽，但还有一个要命的问题摆在眼前。蜈蚣精可不是什么善茬，弱小时他会摇尾乞怜，祈求曹静的帮助。如今恢复了几分元气，立马大大咧咧骑在男人头上。除了顿顿烧鸡之外，每月还必须献上一对童男童女，不然就让曹家鸡犬不留。曹静当然不肯，他虽然在报复郑家，但那是对方伤害他们在先。换个剧本，曹静就是妥妥的主角，要他伤天害理，这不可能。曹静操起刀子，就准备和蜈蚣精掰掰手腕。他先是假装去山洞里送小孩，然后等大蜈蚣一出来，便摔碑为号，召唤一群刀斧手砍死可恶的妖精。可结果嘛，很显然不太理想。最近一段时间，蜈蚣精吃的实在太多了，实力那是咔咔的上涨，3两下就能带走一个人。很快，曹静便败下阵来，为了自己的小命，只能违心的选择做坏事。他又能有什么办法？原本指望收购郑家大宅后找到神碑逆天改命，可谁料他竟被回来找小孩玩具的7成带走，阴差阳错认了郑大少的女儿宝宝为主。老天何其不公，郑老爷用神碑许愿换来10年富贵，现在他的孙女又要接着延续好运人生，任谁遇到这种情况都得黑化。曹静杀蜈蚣精无果后，心思也逐渐转移，捉小孩的事情让下人去做，他则眼不见心不烦，专心攻略郑大少的老婆秀秀。很久很久以前，3人都还是一介平民，互相都很要好。有一次，秀秀落水，是曹植冒着生命危险下去救人，而郑峰则只是捞了对方的手帕，命都快没了，还想着浪漫。谁见了不迷糊？但只要有钱，人们就会拿着放大镜寻找优点。秀秀原本是和曹静一对的，但最终还是被郑峰斩于马下。曹静用血一般的事实告诉大伙儿，没本事的男人再努力再深情，再怎么拼命也无能为力。所以现在有了钱，有了法力，曹静要开始变坏了。虽然已经过去了10年，且秀秀已经有了孩子，但曹静依旧痴心不改。从某些方面来说，也算是个专一的男人。只可惜这一天来得太晚，
秀秀相夫教子之后，即便落魄也不愿抛弃家庭。10年前要有这么坚定该多好，造化弄人呐！曹静想破头也想不出个为什么，于是便开始黑化：既然得不到你的心，那就得到你的人。利用蜈蚣精给予的法力，曹静将小女孩宝宝支开，趁机对秀秀胡作非为。这里可是偏僻的很，眼瞅着男人就能如愿以偿，可宝宝走着走着竟然走到了水边。北险小瑶最近刚认小女孩为主，感应到危险前去救人，顺手破除了迷魂法术。如此一来，曹静很显然就倒霉了。被恢复神智的秀秀连打带骂赶出家门，偷鸡不成18米，姓曹的越想越气。郑风外出卖草药归来，他便拦在半道，声称今天2人只能有1个人站着回去，谁赢了，秀秀就是谁的。郑风听了很是气愤，举起沙包大的拳头就要教对面做人。但曹静本来就武艺高强，现在还有法力傍身，郑大少一个败家子儿，哪里是他的对手？左一拳右一脚，郑风这只菜鸡就被打到悬崖边上。但直到此时，他仍然死鸭子嘴硬。于是乎，曹静一发狠，郑风便掉落悬崖。不过，身为主角，怎么能这么快领盒饭呢？在忠心耿耿的七成帮助下，在神医探三探那里成功捡回1条命。曹静打赢了情敌，心里非常痛快。可回家还没喘2口气，就听到手下说把宝宝抓去给蜈蚣精吃了。曹静勃然大怒，宝宝死了，秀秀该有多生气？你个狗奴才，真该死啊！要是救不回来小女孩，等着他提刀砍死吧。另一边的蜈蚣洞，小女孩宝宝被绑在石柱上，孤立无援。洞外，一只巨无霸蜈蚣缓缓爬入。这场面，别说一个7岁的小女孩了，70岁老大爷也得发怵。眼看蜈蚣精就要享用大自然的馈赠，还算靠点谱的悲仙小瑶及时赶到，挥动权杖顶住蜈蚣。妖精莫有嚣张，你仙女爷爷教你做人。两者各自发动神通，从洞里打到洞外。蜈蚣精这阵子吃了不少童男女，实力大增。悲仙小瑶竟然无法占据上风，一不留神，对方便凝聚出强大的血脉神通黑色龙卷，这可是能摧毁停车场的恐怖法术。小瑶被刮出10里地，倒霉的秀秀出来找女儿，不幸被卷入其中。曹静看到后睚眦目裂，拼尽全力想要挽救，可凡人之躯实在是无力。一阵烟的功夫，秀秀便被卷得无影无踪，只剩宝宝在那里大声哭泣。曹静从没有一刻像现在这样心痛，该死的蜈蚣精，不杀了他誓不为人。既然刀剑伤不了，那他就用火药去炸。曹静偷摸摸搞了一批火药，想趁着蜈蚣精熟睡炸死他。可这家伙太过机警，一有风吹草动便夺路而逃。曹静最后还是无用功，一回家就遭到了对方的报复，稍一撩拨就会痛不欲生，生死完全掌握在蜈蚣精身上，不老实听话就是这样的下场。在现实面前，曹静又一次低下了头。除了他从青楼赎回来的艳荣，没有人能理解他。艳荣是个可怜姑娘，从小便被卖入青楼。曹静还是奴仆时，曾跟随郑大少四处游荡。一来二去，两个苦命的人便认识到了一切。曹静一有了钱，立马就替对方赎身，而艳荣也暗自发下毒誓，后半生当为曹静所活。如果男人眼里没有那么多秀秀的身影，两人想必能过得快乐一点吧。秀秀失踪之后，郑风跟曹静两个男人也渐渐没了生气。这一天，曹静寻欢作乐，愤怒地发现艳荣竟然又回到了青楼。男人大怒，质问对方为什么要再回来。女孩则一脸冷漠，他们又没有确定关系，想干啥用你管。曹静很愤怒，可冷静下来却感到不对劲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他悄悄跟随艳荣的轿子来到荒郊野外，然后惊恐地发现女孩竟是在替蜈蚣精引诱猎物。马车一到野外，艳荣就借口方便跑路，留下色鬼等死。随着蜈蚣精恐怖的口气打开马车顶，这群贪图美色的色鬼统统成了妖怪的盘中餐。曹静在树林里一把拉过惊恐的艳荣，这才知道对方为了保护自己，无奈接受了蜈蚣精的要挟。曹静是既生气又无力，蜈蚣精已经成了气候，他要怎么才能铲除这块心腹大患？这么一直下去也不是办法。时间一长，失踪的顾客越来越多，那些人的妻子们纷纷前来围殴女孩，斥责艳荣勾引他们的相公。曹静见了上去为艳荣出头，赶跑了毒妇们。看着艳荣的脸庞，心里是止不住的叹息。女孩为他们曹家实在是牺牲太多了。两人一商量，准备带着疯癫的老曹全家离开3口镇。可谁知一走出房门，老曹忽然就头痛欲裂。蜈蚣精坐在房顶上大笑不止，原来他早在老曹身上种下剧毒，这可是1000年大妖的毒素，你们有本事就医好，否则一辈子都要听他的。曹静心里恨得牙痒痒，表面上还得假装服从。
蜈蚣精一走，他就找遍名医问诊。你还别说，真有那么一个能治，神医探三探，看完病就得探三声，本事那叫一个高。说曹静只要能找到3样东西，他就能妙手回春，救回老曹。第一样是千年人参，对于家财万贯的男人来说，并不是很难，金子一撒，很快就买到了。第二样是一种极为稀有的有香味的香蛙，一般人连听都没有听过，曹静只能亲自出马搜寻。可就在他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要找到香蛙的时候，却碰上同样寻找香蛙、为母亲治疗眼睛的铁木。曹静抓到香蛙，铁木就争夺，两人你追我逃，一不留神掉入枯井中。可曹静宁愿渴死，都不肯交出香蛙，对天呐喊说：“如果死在这里，老爹就没救了。”铁木欣赏他是条汉子，便大手一挥，放了曹静。3种东西聚其其二，可最后一样万年龟板却让曹静犯了难。这东西得是海里的乌龟族大妖才能出产，他只是个凡人，想去寻找简直难如登天。本想求助悲仙子的帮忙，可对方根本就不当一回事儿，无奈之下只好亲自出海。可没几天，曹静就失落归来，因为东海泛滥，船家根本不肯前去。直到晏荣被蜈蚣精逼着寻找神碑，曹静更是心疼，提议索性烧房子，逼出碑仙，短暂恢复神智的老曹不想曹静再做坏事，于是便偷偷自尽。另一边的七成被晏荣诱惑，试图偷碑，被郑风发现。七成诚恳道歉之后，郑风说不如杀了蜈蚣精这个罪恶之源，一了百了。鲍勃求碑仙去帮郑风等人，碑仙心软便答应下来。而此时曹静已经在前去找蜈蚣精算账的路上，老爹死了，曹静简直快要崩溃，不弄死蜈蚣精，他这辈子都不得安宁。蜈蚣精只是嘿嘿一笑，区区一个曹静，只配给他当零嘴。削铁如泥的宝剑被他咀嚼的稀烂，张嘴一吐，无数碎片飞向曹静。晏荣在这时却恰巧赶到，为了救心爱的男人，舍身挡住攻击，被蜈蚣精给毁容。这时郑风等人终于赶来，可妖精丝毫不惧，使出分身大法对付众人。多日未见，蜈蚣精越来越强，原本卑仙小瑶一个人就能压制，现在这么多人却处于下风。危急时刻，郑风拉开卑仙给予的凤凰弓，射出直抵灵魂的一箭，瞬间让蜈蚣精头痛欲裂。曹静埋伏一旁，趁机起身给蜈蚣精狠狠一击。在2位男主的合击之下，蜈蚣精轰然倒地。曹静望着这个恨了大半生的男人，沉默了片刻，抱起晏荣，缓缓走向远处，看起来似乎一切圆满，大坏蛋被成功消灭。可如果有人把视线投向蜈蚣精的尸体，就知道事情远远没有结束。卑仙和土地公带着蜈蚣精的尸体去向女娲妖宫，直接被骂了一顿。原来那只是躯壳，蜈蚣精元神已逃走，2人倒霉无比，被罚打扫天庭和清理马厩。谁也不知道蜈蚣精会跑去哪儿，但在宿命的安排之下，这群人类一定会产生更猛烈的火花。那么到最后，谁才是那个笑到终点的赢家呢？下期视频为您揭晓。